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萧炎带着彩铃和小医仙等人踏进莽荒古域后，就遇到了一片浓郁的毒瘴。他们全都服下了小医仙特制的避毒丹，但还是有一名星陨阁的斗尊强者死在毒雾中。这时，萧炎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小医仙抓了一把面前的毒气，直接吸入体内。瞬间，他的脸色相当难看。这些雾气并非是毒瘴，而是小到肉眼都看不见的毒虫。小医仙本就是剧毒，那些毒虫一进入他的身体就被毒死了，所以他才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小医仙的话还没说完，彩铃他们顿时就感觉自己浑身恶心发麻。萧炎火速用异火焚烧自己，而后一掌拍在彩铃他们的后背，一连片的吱吱声响起，听得他们几人全都头皮发麻。这些毒虫可以无视斗气护体，但却惧怕异火。萧炎连忙将异火悬浮在头顶上，而后嘱咐其他人不要离开自己周身5丈的距离。冲出毒瘴后，便是一个毒气缭绕、看不见尽头的天堑。天堑后是一片连绵无尽的山脉，那里才是真正的莽荒古域。萧炎手握菩提子，细细感应着他的动静。片刻后，他睁开双眼，看向菩提子反馈给他的西北方向。这时，前去探路的青城长老回来了。他告诉萧炎，自己在前面遇见了一支天冥宗的队伍。在暗中探查时，他听到天冥宗似乎打算偷偷解决掉前面的队伍。萧炎摇摇头，准备让那些势力去狗咬狗，但他刚想起身，突然问了一句：“前面是哪个势力？”青城长老沉吟着说：“好像是花宗的人。”萧炎身子一顿，花宗既然来了，不知道云云在不在其中。如果在的话，这次他绝不能袖手旁观，动手宰了天冥宗。山脉中，云云正带着花宗的人狼狈地逃着命。他们先前正与凶兽交手时，惨遭天冥宗的偷袭。花宗的长老一边逃命，一边愤怒地输出着说：“等他们这次回去，定要举全宗之力和天冥宗决一死战。”云云摇摇头，天冥宗对他们穷追不舍，分明是想将他们尽数留在莽荒古域。他们这次若是逃不掉，又如何跟天冥宗决一死战？云云当初在萧炎的帮助下，已经将花婆婆传给她的斗气尽数炼化，现在的她实力已经达到了8星斗尊。因为花宗的几位太上长老都在必死关，这次他们的最强战力便是之前惨死凶兽掌下的青花长老。也是因为青花长老的陨落，他们这一行人才会被天冥宗追杀得如此狼狈。云云拍了拍纳然嫣然的肩膀，他让纳然嫣然到时候不要多管什么，先逃命要紧。纳然嫣然一急：“那老师你呢？”云云摇摇头，他身为花宗宗主，总归是要出手的。话还没说完，云云就一把抓起纳然嫣然暴退。只见他们刚刚立脚的巨树被生生轰成粉末，10多道身影踏空而来。云云宗主，本宗说过，你们是逃不掉的。领头的中年男子是天冥宗的副宗主刘苍，他对着云云师徒舔了舔嘴唇，如此极品，当真罕见。若是他能将之收入帐中，不知会羡煞多少人。刘苍并不想和花宗开战，但只要他将云云师徒囚禁在天冥宗，再将其他花宗的人尽数杀了，消息自然不会走漏。妖花邪君提醒他赶紧出手，免得迟则生变。刘苍手掌一挥，让手下将除了云云师徒外的人尽数杀了。云云说自己等下会突破一个口子，他让纳然嫣然速速离去。纳然嫣然紧咬红唇，若是老师落在天冥宗手中，那他活着也没什么意思，还不如一死了之算了。花宗的长老们本身就有伤，再加上连日逃亡，状态十分不好。没多久，他们在与天冥宗交手间便尽落下风。天冥宗的4名斗尊强者联手，一时间都无法攻破云云的防御。就在这时，纳然嫣然的身影倒飞而出，云云脸色一变，他连忙一把抓住纳然嫣然。这时，天冥宗2名强者突然闪现，一掌拍在云云的肩膀上，云云直接喷出一口鲜血，身形被打得撞击在一块巨石上。妖花邪君一脸邪笑，他手中的铁扇狠狠点向云云的小腹。云云宗主，等你日后被副宗主调教好了，我会让你那小情人来见见你。云云正想催动体内斗气迎战时，天空上传出一道惊雷般的破风声，一道巨大的金色影子落在他身前，巨人猛地挥动拳头轰击在妖花邪君身上，恐怖的劲力直接一拳将妖花邪君轰成一滩肉泥。顿时天冥宗的强者们被吓得连连后退。天冥宗的狗还是这么惹人嫌。眼见事情有变，柳苍连忙报上家门，威胁着说这是他天冥宗和花宗的事，勿要插手。金色巨人冷笑一声，一脚踹向妖花邪君的尸体。
恐怖的力道让其宛如一枚炮弹，狠狠射向柳仓。柳仓手掌一抓，耀化邪君的尸体砰的一声炸成血雾，他脚掌一跺，瞬间出现在金色巨人头顶。本宗今日倒是要看看你究竟是什么来路，居然敢沾染我天明宗的事！一条巨大的黑色巨龙狠狠轰向金色巨人，金色巨人缓缓抬头，直接一拳打爆那条黑色巨龙。残余的劲风穿透空间，将柳仓炸得重重落在一块巨石上。眼看柳仓连神秘巨人一拳都接不住，天明宗的强者们顿时眼露惊骇。虽然柳仓能够坐上天明宗副宗主的位置有些水分，但他的确具备了斗尊巅峰的实力，是他们这些人中最强的。柳仓挣扎着爬起身，他抹去嘴角的血迹，而后咆哮着让天明宗所有人跟他一起出手。将近10来名斗尊强者同时出手，云云脸色一变，连忙喊着小心。金色巨人冷哼一声，不进反退，璀璨的金光自他体内暴涌，远远看去如同一尊佛怒金刚。巨大的金色拳头穿过空间，尽数轰击在那些天明宗强者身体上。除了柳仓和一名竹竿似的黑袍老者，其余人全都喷出一口鲜血，被打得不断倒飞。见自己带来的人被震得生死不知，柳仓终于心头一凉。你究竟是什么人？有话好说。金色巨人没有搭理柳仓，而是一步步走了过来。感受到巨人对自己的杀意，柳仓明白对方不会放过自己，他一咬牙直接逃命。等他查清楚这人的底细，日后定要他求生不得。但很快金色巨人就出现在他身后，柳仓的心头刚闪过一抹难以置信，金色巨人就一拳轰击在他背心上，柳仓体内的内脏甚至骨骼瞬间被震成粉末。他到死也想不通，自己不过是追逐云云等人而已，怎么就招来了这么个瘟神。金色巨人一拳了结柳仓后，望向北方天际，天明宗那个竹竿人就是往那边逃窜的。突然一道黑影爆射而来，重重地砸在地面上，这人正是那个竹竿人。在他之后又有几道身影出现在这片空地上。你是美杜莎女王？彩铃看到一脸震惊的云云后，望向那道金色巨人，他的鼻尖传出一道轻哼声。难怪那家伙听说花宗出事，就如此火急火燎地赶过来，原来是云云在此。云云一脸震惊，萧炎。那人嫣然娇躯一震，他没想到将天明宗队伍彻底毁灭的人居然会是萧炎。金色巨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飞速缩小，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云云和那人嫣然的眼中。萧炎拿出一个玉瓶递给云云，云云服下丹药后脸色略微好看了一些，他的目光在萧炎和彩铃身上扫了扫，看似随意地问萧炎他们怎么会在这里。萧炎说他们正巧撞见了天明宗的人，而后又感应到了他们。云云微微点头，她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见到美杜莎女王。性子冷淡的彩铃点点头，并未多说什么，也没有要和云云深聊的意思。见状，骨子里也有些高傲的云云也不会主动热脸贴冷屁股。两人同时沉默，气氛也不算好。一旁的萧炎有些尴尬，他用求救的目光望向小医仙，小医仙斜瞥了他一眼，便转过头去。萧炎很是郁闷，他没想到平日里温婉顺从的小医仙这时候也会抛下他。尴尬的氛围被上前道谢的花宗长老打破。萧炎十分感激地笑了笑，星陨阁和花宗本就交好，他和云云也有救，出手相助是情理之中。从花宗这里，萧炎得知他们距离古玉台还有2天的日程。古玉台是一处远古遗留而下的地方，一般凶兽不会靠近，那里算是莽荒古域中的一块安全区域。萧炎让云云他们跟自己一起赶路，遇见麻烦也好互相帮忙。云云点点头，他让萧炎往东面的路线走，西面虽然更近一点，但那被一头5转斗尊巅峰的远古天魔蟒占据，若是从那边穿过的话，必然会惊动他。远古天魔蟒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变异蛇系凶兽，它的凶悍程度比起九幽地冥蟒有过之无不及，只不过这东西太过稀少，在外界早已灭绝。萧炎确定云云他们亲眼见过远古天魔蟒后，便决定去一趟。远古天魔蟒的血液有洗刷并提升肉体强度的作用，并且他们还有铸建血池的爱好，血池是他们后代出生繁衍的地方。为了让后代吸收到足够的力量，他们会花费数百年去搜集天采地宝，然后投入其中。萧炎决定去那里将他的肉体强度提升，到时金刚琉璃体也能够修炼到巅峰的9丈9尺。在萧炎一行人的攻击下，青灵很快就将远古天魔蟒控制住。
萧炎进入血池的第3天，血池中的池水直接枯竭。萧炎陡然睁开双眼，体内金光大盛，他的身体眨眼间便突破到了8丈9尺，直至9丈。感受到那股属于9星斗尊的气息，星云阁和华宗的长老们都感慨地点点头。萧炎修炼的速度真的让他们这些人自惭形秽。一旁的纳兰嫣然眼中闪过些许暗淡和自嘲，这个当年被他看作废物，执意要退婚的男子，如今早就已经远远把他抛在了身后。而最让纳兰嫣然感到悲哀和无力的是，她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对这个本该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有了一些淡淡的感情。虽然她很清楚这只是她的一厢情愿罢了，或许这就是对她当年所作所为的报应吧。